哎，大家伙儿早喽！11月11号，星期二，双十一哈。这双十一有意思。你看以前双十一这日子什么意思都没有，然后后来呢有了个意思，再后来呢就又有了个意思。刚开始有双十一打折的时候，那就是这一天打折，就没有其他的。现在这规则弄不明白，是不是？哎呀，终于可以看看了 Pace 4。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节目里没有来得及说的更清楚的 Pace 4，还有选购建议等等，好吗？今天6点半约了观众。咱们先把昨天那个话题我说两句，就是关于负配速、负分割。就是昨天我开头已经说的，我觉得说的挺清楚的了，就是随着跑得多，也可能是随着变老了，看好多事情不那么的极端，我说的也不那么极端，是不是？就是首先我说的是不应该故意去跑负分割，就是不应该是我为了后边快前面慢而前面故意慢，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并不是说不跑负分割前面就猛干，就是说明怎么说呢？马拉松跑多了，就是耐力项目做多了，我觉得这种思维慢慢的就会变少吧，就不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那不是说前面猛干趴下了，然后后边干不动了，那个叫我说的不建议负分割，对不对？另外就是最优解就是全程匀速。全程匀速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三种可能性，抱歉。一种是您判断的很对自己的能力，全程匀速，最后基本上体力耗尽，还能稍微冲一冲或者不掉，跑完一个马拉松。这差不多就是就是我现在跑半马的状态。要么你就是对自己估计的太保守了，导致你跑出了负分割，就是到后边你觉得还有劲儿；要么你就是估计的太激进了，对吧？这个都不是故意的。哎，早，你好。这就是我想表述的。然后咱们说说Pace 4，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第一视角，那可能是他。是您约我吗？你好，你好，你好。哦，一样的不是一样的衣服。你好。不是一样。你好，你好。你好。这边比想象中的冷一点。冷吧？那我们慢慢开始跑吧，一边跑一边聊。你介意被拍到吗？没事没事。从哪个城市来？广西桂林。广西。那边现在多少度？那边20度左右。那么热呀？对，前几天凉快，然后最近又这两天可能24、25度。哦，可以。热的。我今天本来打算穿那个黑人的，穿不了，肯定穿不了。出来跑了1公里，然后回酒店，换成这样了。酒店在哪儿？在那个本厅那边。哦，可以。和观众分开，不知不觉快跑到家了，12公里，今天就轻松跑结束。昨天睡得挺晚的，因为Pace 4的那个节目的发布，北京时间9点，这边就是10点。好多小伙伴问我跟Pace Pro 的比较和升级建议。我觉得如果是Pace Pro 的话，不是太有升级的必要。就我是个技术从业者，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其实相对比较敏感。首先区别，从功能上的区别可能是这样的。Pace Pro 有离线地图，同时呢，它的内置存储是32个 G。Pace 4是没有离线地图，只有轨迹导航。所以它的内置存储也是4个 G。之后就是
想想还有什么？对，Pace 4多一个内置的麦克风，Pace Pro 没有麦克风，其他的都大差不差，屏幕是一样的，亮度是一样的，算力芯片是一样的，也就是性能是一样的。那这个4个 G 和32个 G 听起来挺多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就是离线地图占空间，离线地图是比较大的。如果是音乐的话，差不多，你看，像网易云音乐现在。大约是2到3兆一首歌，差不多就是这样下到表里的。所以就100%绝对是4个 G 是用不完的。像我的 Pace Pro 下完地图32个 G 也是完全用不完的。所以这两个产品没有代差。所以 Pace Pro 是不需要升级的。如果您现在是 Pace 2或者 Pace 3，就这2款，我建议可以升级了。第一是升级成本不高。就是还是1699嘛，这价格还可以的。主要就是有小伙伴说，我的 Pace 3已经是双频 GPS 了，没关系，我又更觉得这个 M 屏的看着也挺清楚，也挺好用。是这样的，就是我对这个敏感，是因为我在这行业。这就像刚出 Pace Pro 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说，如果您在 Pace 3和 Pace Pro 里再选，不差那一点，就价格没有那么敏感的话，我觉得一定要买 Pace Pro 的。倒不是说离线地图或者大一点的表盘或者是 A 屏这些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算力的升级。从 Pace Pro 开始是新的算力的芯片，这一点上变化是很大的，就是你未来很多软件的想象空间其实都在这儿，还有流畅性，包括你看现在这一个手表连心率臂带，连2代 Pod， 然后连蓝牙耳机，还能一边播放音乐一边跑步，然后跑完步之后你保存载入看历史信息，这些它其实跟算力都离不开算力的。本身嵌入式设备的计算能力就一直不被人重视，很多时候都是很古老的芯片，对不对？那现在从 Pace Pro 开始有一个大的升级， Pace 4跟 Pace Pro 的算力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如果是 Pace 2，那就果断升级，或者您现在是245加名这种，就还是单频 GPS 的手表，245、945、Pace 2这种，就果断升级。不管您是升级到570、265、970，还是 Pace Pro 还是 Pace 4都可以，就果断升级，就别考虑 Pace 3了，因为 Pace 3是这样 ，Pace 3的变化就是它是双频 GPS， 双频 GPS 现在虽然说双频 GPS 很重要，但是既然已经有了一个1699的新的算力芯片 A 屏的，而且这次 Pace 4的续航做得特别好，大家看官方参数基本上和 Pace Pro 大差不差，但是它比 Pace Pro 小一圈呢，所以它本身的电池体积应该是要小一点的，但是它的续航弄得特别好，所以说就可以跳过 Pace 3了。甚至说，如果假设是我现在是 Pace 3的用户，如果我要选择是不是买 Pace 4的话，我会选择买 Pace 4的，因为这还有个人喜好的原因。我其实是对 AMOLED 的屏幕有怎么说呢？不能说执念，就我更喜欢 A 屏胜过 M 屏。因为这个其实我的观点也是，它是跟你的运动分类和需求有关的。就首先，刚有 Pace Pro 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好要升级要换我的 Apple Watch， 就还没有买新的 Apple Watch 的时候，我就开始全天佩戴 Pace Pro。就原因就是，如果你让我全天佩戴一个 M 屏的手表，就观感上我其实不太喜欢。然后同时呢，对于路跑来说，甚至是超马，就是100公里的这种，前段时间阿迪那个破那个世界纪录破6小时那种，其实你这一块表的电都完全不会有问题。我觉得一块表对我来说是3天一充还是4天一充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其实跟你实际用有关系。如果你总是进山干那种，比方说168或100英里这种，或者说像那环富士山那个一下3、4天那种，那你可能是要考虑电量的问题和极限环境的问题。所以我的评测节目才说 Pace Pro 是怎么说呢？它是一块精准的针对路跑的选手的一块手表。我只能这么说。现在这个网易云音乐，各种的外接设备都很 OK。
最后咱们聊两句马拉松。这两天为什么跑得少呢？这周末又是神户马拉松了。就现在我这一周的减量就不能按照北马之前那么减了，因为北马之前一直在持续训练，就正常训练。这一次是因为比赛之后的2周，所以减量我就稍微减得多一些，就不做大量的训练了。明天周3最后一个强度课之后就结束，就继续减，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咱们周6早上的早餐跑会在这2天在我们的群里公布，也会在就每个平台的发动态或者发帖子来公布，到时候咱们周6早晨在神户见，好吗？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